我认为高市早苗他很聪明，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没有很快的做一个剧烈的动作，去寻求所谓的新民意授权的话，大家就会把责任推给他一上市的这个赤字预算，就是说都是你高市，你在这个时候你没搞清楚，可是他重新解散国会，全部重选以后呢，他会得到一个新民意的授权。那这个新民意的授权可以维系他的政治生命，但是救不了日本的经济问题。日本这么多年来是靠着自己国内的人去买日本债。好，譬如说，它的央行、保险公司、劳退的那种退休基金和很多的这些避险基金，都是国内最大多数。所以，如果发生了问题，不是在国外有那么大的外溢效应，可是国内会先倒。最近呢，大家都知道日本要举行国会改选了，但是更重要的是呢，有一颗在日本要国内倒数的金融炸弹，也就是日本的国债问题啊。过去被视为是全球最安全的日债呢，现在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画面。这是什么样的意思呢？就是30年期的日债殖利率正式进入4%的年代。那抛售潮呢，不只是来自于外资啊，就连日本本地的金融机构都在撤资，避险基金也开始放空日元，压住日本是撑不住的。那其实不只是日本，在先前呢，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记得吗？以前的英国首相特拉斯就是因为当时他一上任之后，大规模的举债导致市场失控，短短45天，首相的位子还没坐热，他就被赶下台，自请辞职。那现在呢，日本会不会朝向一样的路？大家都在关注啊，倩姐，这个是金融的专业，跟大家请教您啊。现在日债殖利率狂飙，那政府呢就是不断的举债，借钱成本暴增，企业的融资压力也不断的上升啊，金融体系可能会出现系统化的风险。这是大家在看日本，特别是它的债的这个部分啊，会不会重演刚才我们提到的英国的特拉斯，会一样吗？你这个对比，我觉得做得非常好，因为Takeshi他一上来，他的第一个预算也是赤字预算，要大量举债。那个时候，很多人就已经告诉他说，日本的国债呢，其实是有很大的风险，因为这么多年，大概将近30年，日本是最低廉的资金来源。大部分在金融市场操作的人就会去借便宜的日元去做其他跟美元相关的衍生性商品的操作。也就是说，在全世界美国以外的欧洲美元呢，他们称为欧洲美元，就是美国以外的美元，绝大部分的资金来源来自于便宜的日元。所以 Euro Dollar 跟日元的海外日元是联动的。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如果是这个礼拜你看市场的话，就是美债跟日元的日债呢，都发生了极端明显的联动，也就是美国的国内跟美国的国外的这些美元的环流呢，同时受到很大的打击。那么当然，对于日本来讲，它是非常严重的。日本这么多年来是靠着自己国内的人去买日本债。好，譬如说它的央行、保险公司，就是劳退的那种退休基金和很多的这些避险基金，都是国内最大多数。所以如果发生了问题，不是在国外有那么大的外溢效应，可是国内会先倒。国外的外溢效应是因为经过了借了日元去操作的金融商品，就是说欧洲美元。因此，如果我们看冰山一角的话，因为美债太大了。日本的日债可以是美元美债的冰山一角，所以我们其实看到的不只是日本会发生问题，事实上是在美元的这个大环流里面发生了问题。那我认为高市早苗他很聪明，因为他知道如果他没有很快的做一个剧烈的动作，去寻求所谓的新民意授权的话，大家就会把责任推给他一上市的这个赤字预算。就是说，都是你高市，你在这个时候你没搞清楚，可是他重新解散国会。全部重选以后呢，他会得到一个新民意的授权。那这个新民意的授权可以维系他的政治生命，但是救不了日本的经济问题。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算取得了多数的国会，他取得了执政完全执政的权利，也解决不了日债问题。解决不了日债问题。我常常讲哦，政治人物会有一种幻想说哦，他可以用政治正确来做很多的运作，可是经济是有理性的。刚才我们讲的美元、日元跟欧洲美元的这个大环流的关系是30年来的结构。所有的人都知道有很大的叫基差交易，就是借日元去做别的地方的这些交易呢，你不可能很短的时间你就把它全部拆开来，就是那些合约不会很快就解掉，
所以他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么长期在金融市场上所有玩杠杆的人都知道的这些事情，所以没办法解决。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那接下来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他是很聪明在这一点啊。就我们假设他赢了，他再多了20-30%，那么他在得到新民意的情况之下呢，可以告诉日本人说：“你相信我，我们现在在一个很困难的情形，我们大家要咬紧牙关，要庄敬自强，要处变不惊，要度过这个难关。”他可以有一种政治的说辞来维系他跟他相关政党的政治生命，但是经济弄不完。有另外一种解决的方法。说台湾那么赖政府那么爱日本啊，你说那如果真的要实现这个台湾有事，日本有事，那台湾政府可以提供2500亿的信贷转让给日本就好了，已经给美国，那为什么不给日本呢？的燃眉之急吗？你觉得2500对日本算是不小了，可以。OK， 好，那我们提到说日债哈，就是现在当然是外界非常的关心，尤其金融圈最近都在看这个日债的警讯啊。高市早苗确实是不是真的想要赌一把呢？你可以看到他最近呢，其实在政治上面，他真的是要豪赌一下啊，因为要进行一场这个豪赌的政治赌局。在23号他宣布解散众议院，在2月8号就要投开票，这也创下了日本在战后最短16天的选战记录。但这次呢，解散众议院有几个不寻常的点。比如说呢，距离投票日只剩下16天，其实是非常短的啊！马上这个大家都要决定投给谁。就连自民党重量级的人物麻生太郎，都向外界表示，他事前不知道高市要决定这么做。政策的辩论几乎也来不及展开，而且我们都知道，日本其实它的选区是比较小选区，有些不见得是高市他就能够去拉抬这些地区的议员他们的这个得票数，所以媒体也分析说。高市想要做的是把他现在个人的高支持度转化成为自民党的高选票得票数，甚至目标就是一口气要增加30席的议员席次啊。好，问题来了，洪老师，这个高市这么高的名气、民意支持度，能够转换成这个高选票吗？从过去这几个月，我们确实看到高市他的高支持度。把自民党拉抬了一下，但这个拉抬它是会一个长期的动能，还是只是昙花一现？说实在，因为高市她是日本第1位女首相，其实大家也在看日本人到底能不能接受一个女生当首相。因为一开始说实在，有些心里不服的男性可能选择不讲话，但是只要这边出问题，那边出了一个麻烦。一而再再而三，可能高市受到的挑战，甚至是从自民党内部的挑战，很快会浮现。因为日本真的多多少少，特别是在比较上一代啊，还是有这些男女之间的这个差异的态度。好，那我要讲就是说，高市我觉得他确实可以用他现在的高人气去拉抬一些自民党在短短16天就要准备选举的这一个国会的席次啊，尤其是他的这个。相对来讲啦，对某些人是打破自民党都是这种老年男性的这样的一个党啊。还有呢，高市他的这个比较强硬的这些对外，还有这些强势的经济政策，他说他是继承安倍，对，所以让一些本来自民党的一些保守支持者觉得说，我自民党现在怎么变那么软？突然觉得我现在这个首相蛮强硬的，我喜欢，所以这些保守者慢慢又回来了。对，所以我觉得他短期确实而且16天啊，他会让他的这个在野党来不及反应，所以我觉得这个席次的增加那个是有可能的，一切都在他的算计中。对，但是还是有些限制啦，因为就算这一次选赢，但是自民党他长期这种黑金的丑闻，还是没有离开，所以自民党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你看日本内部的讨论，常常会讨论到从安倍一路过来这个黑金的问题，再来就是。高市他的经济学能不能够像刚才雷倩姐讲的，日本的这个殖利率啊、国债啊，还有日元的波动，还有万一下半年开始日本的物价开始往上涨，不一定是他的原因，可能是美国的原因或者什么的，那高市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对，最后当然就是说，他这样强硬的政策对韩国、对中国大陆怎么办？那您听到对中国大陆特别啊，现在中日的僵局还没有打开，还是一直僵在那个地方，也看到高市的态度。
为反正现在要大选在即啊，你不可能让它软下来。所以这不只是关系到国内政治，接下来大家也在看的是，万一就是高市真的成功的执掌了国会，他取得了多数，而且是绝对的执政啊，完全执政。那接下来当然就会牵动到整个东亚的局势。学界普遍是认为，如果高市早苗带领自民党胜选，中日关系恐怕在短期内难以回温啊。所以也就是中日关系，如果等到高市赢得了国会大选 ，Russ， 你觉得当他全面执政之后，只会坏不会好了？你同意吗？同意不会好，短期之内当然是不会。那美国会乐见这样的情况发展吗？就像我们刚刚讨论到伊朗那个情况，那当然，川普不希望日本跟中国的关系会太好了。那当然，川普希望日本继续增加国防预算，尤其是购买美国武器啊。那另外，川普也是希望日本可以实现去年达成的。日美的贸易协议，尤其是投资美国的部分。同时，我认为川普也不希望这个问题变得那么大，就是他要介入。就像他去年11月份，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1月24号早上先跟习近平通电话，下午就跟高市通电话。所以这个也很明显是川普，当然是不希望日本靠中国了，但是同时。不希望这个问题是他要天天要在处理，或者天天有接受情报单位见报的时候，有报告给总统说，日本中国这个问题越来越大，他不想听。现在中日的争议呢还没有落幕啊，但是现在大家在看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呢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他原本希望是能够尽快的到美国去访问，最好呢是在明年1月啊就能够访问美国，但是日方在跟美方协调之后呢破局了。现在日方呢是希望能够抢在川普啊，现在是说看4月访中之前呢，在3月就能够抢先让这个高市去访问美国。当然也希望呢能够争取川普强力的支持，并且确认一件事情，就是日美同盟的团结。而会让高市这么不安的原因啊，当然其来有自啊。一个就是美国现在迟迟没有特别强力的表态，另外一个呢就是中日冲突更加进入到一个真金白银开始流血的经济战。短短几天之内，有好几条的重磅消息在画面当中，您看到的哈，包括了大陆要求旅行社必须要削减40%到日本去旅游的团客，还有46条中日航线在2周内100%的取消。明年1月呢，中日往返航班将取消超过2000个班次啊，损失大概估计了一下44万游客。另外就是大陆的游客减少在日本的消费，让11月信用卡交易额同比减少了8%。日本的百货可以说是海啸第一排啊，光是在12月前半个月的，从他们的免税销售额来看，大丸松坂屋百货啊，这同比就下降了9.4%，高岛屋下降9.8%。另外呢，3月伊势丹百货呢是下降大约有2%左右。但如果我们只单看中国大陆的消费者来看的话，因为高岛屋的大陆客比较多，所以呢，看到它的降幅更是高达了23.9%。也就是说呢，日本观光业呢一下子就进到了好像是冰河期一样。现在连饭店住宿也传出撑不住啊，像是京都的房价平均降价57%，而京都甚至传出有一个晚上呢，只要300块钱台币就能够住一晚，这种当然是属于极端的案例。大阪呢则有饭店因为失去了中国大陆的团客更是带头砍价。那你知道大饭店开始砍价，当然连带影响的就是小饭店啊，这些旅宿业者呢也说撑不住了。聂老师，现在不只是看到了航线归零啊，现在也传出说中国大陆方面还要求要再削减40%到到日本的团客所以确实我们看到在观光这个方面，中国大陆出重手，有打到痛点上。当然有46条中日航线，你刚刚讲100%停航，然后呢就是所谓的航线归零，这是非常严重的啦。当然，他要打这个，当然就是打击这个日本的经济信心嘛。那当然这个减销了，这个少了掉了。之前在10月到11月就提出了一个，当高市10月7号提出这个，所以台湾有事之后呢，日本不是很快就做了动作，叫做避免赴日旅行。光这几个字你知道吗？就已经削减了非常多。大家就知道从10月到11月，你知道一年中国去日本旅客大概是1000万人啊，900多万，全世界是3000多万，它大概占1/4。
光这个平均起来一个月是80多万。好，之后从10月到11月一下就降到50几万、56万，就跌了20多%了，将近1/4。所以已经这个砍掉了非常多的旅客。这次再这样子中日航线再断航的话，那就不得了。当然，你就像您刚刚讲的，会少掉40多万，不管是详细数字会多少，就这么多的这个旅客会少。而且最重要的是，其实这个因为地缘也近嘛，台湾去日本也是一样，都是自由行比较多。自由行的人你知道吗？就到处拍拍照，然后呢就开始什么吃什么玩什么都可以，所以呢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就在消费上。因为这个其实我们讲说，全球就算中国只有去1/4，因为中国在这10几年经济起飞之后，中国人其实土豪是很多的，很会花钱去在这个日本吃花钱花凶的，其实是这个我们的对岸中国人。那这时候你会发现，它不只是这个吃的部分，你要吃一定会有很多餐饮店一定会受到伤害，包括我们的住宿业。其实不瞒你说，我在日本我自己就有合法的这个民宿啦 Airbnb 这样在做的，在澇谷雅。但重点是。这个时候呢，当然我的话当然是尽量用这个西方客人。不过呢，中国人减少的话，锐减，你绝对会受到伤害。所以您刚刚讲到的前线的就是住宿啊、饮食，还有甚至买一些药，你知道吗？它非常多的药妆啊，中国人去你看满满的里面都是中国人。中国人买药是非常疯狂的，消费力很强，他们自己的药品也很强，但他们就是一种日本药，他们也会有一种这种从日的这种互相都就是有这种很强的这种药品消费力，以及其他的可爱的卡哇伊的商品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日本经济啊，自从高市早苗在台湾有事之后，那当然中国它当然有非常多的力气，光靠它人口的量，你知道吗？就可以压倒这个对方。所以他这一招做到，应该会让这个日本会很痛，而且尤其在经济观光上。他现在挑这个时机啊，正好接下来大家也知道，就是要跨年。跨年完了以后呢，就是中国人这个农历春节啊，这算是放假的大旺季哈。对，所以挑在这个时间点，绝对也是有原因的。当然是这样子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讲说大陆就是一个11长假，那再来就是新年嘛，这个时候大家最多放假。对，那我们在那边说还有一个就是樱花季啦，那这个时间当然刚好点到这个时候，他再之后一砍，那当日本其实就像那个当时的奥运一样，他当时想象他的奥运可以赚很多的钱，花了很多的科技广告，结果碰到了疫情，也很惨。这一次呢，当然又开始等于又是一次的，让他在最应该可以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外汇收入啊，就观光收入的时候，再之后又是重重一击，对他的确我觉得会有很大的伤害。确实啊，这个刚刚点了一个重点，农历春节之后呢，搞不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就是樱花的花季啊。3月底。当然美方的态度呢，最近也让人家觉得有点这个令人觉得玩味之处哈。我先请教大使哈，怎么看美方？因为最近看到他们非常的低调。还是为了明年4月想办法，一定要让川习两人见上一面才行。所以这个时候按兵不动是吗？对，不仅是明年4月，明年一整年都需要，因为美国明年的重头戏是在11月的期中选举。川普现在的状况有一点不明，虽然时间还很长，对，可是他已经步步为营了。他上个礼拜突然跑出来做了一个全国演讲。有人的分析就是说，哇，他已经感受到11月那个选举压力来了，他已经开始进行选举的这种不是布局了，已经开始竞选了。那事实上的话，美国的选举，任何国家选举，真的关键因素都在经济了，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啊、政治号召，那个是经济好的时候，大家讲经济如果说有起伏的话。那当政者基本上都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大使，您说到这个点上我们就来看哈，经济确定是这个执政者他们这个算是软肋哈，因为呢，我们刚刚特别提到说，中日之间呢，现在这个为了争议还是相持不下。那现在对比呢，我们来看过去美中贸易战的这个情形当时外界就有一个分析，说美国大豆的经济产值并不高，中方呢购买美方的大豆虽然占了美国出口总量的54%，但是充其量如果从金额上面来看的话，它的价值也才132亿美元，相较于美国全年货品的出口总额是2.8兆美元来说，那根本是9牛1毛。但是呢，我们却看到了中国大陆呢，透过打击大豆这个命门，逼使川普最后不得不妥协。所以分析认为呢，这可以说是经济工具化的经典案例。对美国来说，打农业就是直接打击了共和党的政治票仓。所以大使刚才特别提到了，现在对川普来讲呢，明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2026就是期中选举那回过来看这次对日本的做法。反制措施几乎是刀刀见骨，而且都是指向观光观光确实是日本的软肋。在大使分析之前呢，
我提供给大家一个数据哈，这确实啊，日本的观光对于日本的整体 GDP 的贡献呢，是7.5%，在2024年啊，最新的数据是如此。另外呢，它是日本重要的出口产业，因为观光收入呢超越了半导体、钢铁，成为日本在汽车以外的第2大出口品，所以我们就非常清楚了，打观光就打对了。对，而且基本上就是说，现在中日关系的这个气氛之下，如果中国大陆还有大批观光客到日本去观光，若无其事，然后大笔花钱的话，那就给日本的政府传递一个非常错误的讯息，也就是基本上高市早苗的讲话是中国大陆政府在反对，人民啊完全无感，所以我觉得就中国大陆来讲，他一定要在这上面有所作为啊，也不能让这件事情继续来这个来持续下去。那另外一点就是，其实观光业在日本的整个 GDP 我看是7.5%啊，那不算大，可是也不算小。但是问题就是说，观光业这个产业跟一般的高科技产业它是不一样的，它创造出来产值可能差不多，可是问题是什么？观光业是可以聘雇大量的非技术的就业人口，那这些人就是说，他的这个从业人员的数量要比你那个高科技的工厂那要多得多，而且他深入基层，有些市井小民他可能都靠观光业为生，即使是在市场上摆个摊子或者卖一些这些欧米亚给这种小生意、中小企业，他可能他的生计是跟观光客是息息相关的，所以就变成就是说，这个产业它的就业人口对比之下它比较大。第二个呢，它这个就业人口的属性是属于中下层的人民比较多，那企业也是属于中小企业。那你当然你看到它有这种大的这种旅馆的 chain 可是呢，你也有很多小的旅馆是也在这里面从事住宿业的。那这个交通业的话，计程车也好，还有做这些旅行的这个租车的、租赁车的，尤其那个大巴士的司机、大巴士司机或者中型司机，这都是很重要一个，它很重要是需要这个。另外一些药妆店这些店这个在日本大街小巷都有。那这些还有就是说，日本的其实为什么这些韩国、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是构成日本的这个观光客的主力？我觉得最主要就是什么？对这个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不管两岸加上香港，就是汉字。对，你看到那个药妆的东西你不会跑错店。另外一方面还有就是说，这个饮食习惯比较接近。那个两边双方都是酱油 base 的。我常常讲就是说，西餐跟中餐最大的不同就是西餐以牛油做 base， 那么中餐呢，亚洲餐饮酱油以酱油做 base。对，你在日本你不会觉得那个食品跟我们差太多。对，所以就变成这些都是小商贩、小餐馆，小的旅行业者，那这个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就业人口。是那。日本的第三季的今年2025第三季，它的整个 GDP 是负0.4%。日本现在这个各界非常的担心，因为2025事实上本来年中Christmas 还有年中，它还有就是说到年底还有这个这一波这个观光业可是因为11月7号高市早苗这个讲话这个错误言论以后事实上，对日本的这个观光旅客立刻就跌了30%，那现在还在继续增加。对，那所以就变成第4季的日本的这个 GDP 可能会更糟糕。数字现在还没看出来，会更糟糕。那其实日本人虽然有一些反观光客可是我是因为以前常去日本观光，我告诉你啦，不管是京都、福冈、东京大阪。这些地方，我跟你讲，满街都是观光客，满街都是观光客，连那个公车、地铁都是观光客。所以大使，你点出了说观光对于日本的重要性好，现在说抵制观光会造成日本的重击那现在当日本业者还有2件事情，就是市场正在发生的事情呢，他们会觉得很担心的。一个是航空运力的转向就是被取消的运力呢，改由韩国跟东南亚接手了。还有一个就是消费习惯的重塑。
那这个消费习惯呢，就是让民众觉得说，反正不去日本呢，有其他的替代性方案哈。我如果去韩国也可以啊，去东南亚都可以哈。那去韩国的游客人数呢，因此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也因此呢，让日本的旅游业者担心呢，万一这个替代性的功能一旦完备了以后，就算未来中日政治降温了，市场也未必会回头。所以现在出现了这个市场上面的日本替代的趋势啊。那接下来怎么看这波冲击？这个日本替代的这个问题，当然在短期之内对日本的观光业或对日本的民间，我相信冲击一定是非常大的。但当然这也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的确它会造成短期之内日本的这个观光收支啊那个降低。什么是日本替代呢？其实啊，就是从大陆的这个角度来讲，我现在呢就鼓励我们的国民出国观光的时候不要去日本啊，你去韩国、去东南亚、去哪边寻找这个所谓的替代方案，就把原先我们对日本的这个观光的这个花费降到最低。然后呢，把这些钱用到其他地方，因为其实不可否认就中国大陆的这个观光客，它的购买力非常非常强。我记得大概10年前这个爆买这个词就是用来形容这个中国大陆的观光客在日本购买那种到处收购这种东西的这样一个情况。为什么？因为毕竟大家都知道，就是大陆做的东西，有时候大陆的这个人自己本身有时候信心有点不够嘛，总会觉得舶来品这个品质更好等等，所以他们一旦去日本、去香港等等，就是完全显现一个爆买的这样一个状况。但这个时候，如果说我们今天把这样一个，就是说从大陆的这个政府有意的就是要把这个消费跟旅游这个导向其他这个市场，某种程度来看，你会不会有点觉得有点觉得熟悉啊？为什么当年那个韩国跟因为要那个同意美国部署萨德这个飞弹的时候，当时韩国已经被这样过了一次。所以那在这个情况下，那你说其实韩国当时受到多大冲击？的确冲击也相当大。那你说日本现在有没有相当大的冲击？我相信一定也很大。但是我们看看香港，我大概刚好2个礼拜前去一趟香港，我也注意到一件事情：香港市面上大陆观光客少了非常多，反而是反过来的，都是香港人礼拜6、礼拜天跑去深圳这个度周末。为什么？因为两地的物价差很大，那大陆人嫌贵，然后就不去。但是其实对于香港人来讲，或者说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日本人来讲，可能通常也有大概类似的这样想法，反而觉得市面这个清净不少，然后整个环境也这个品质也提升不少。所以你说这个后面这个中国大陆它这个趋势会不会变成一个经济包围政治？那我相信中国大陆它是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达成对高市的这个政权的这样一个压力。但是我觉得从一般民间对高市在这个事情上的反应来说，高市反而变得相对来讲它不会那么担忧。但是当然对经济或者说财政的冲击，这个部分是一定有的。所以你说短期高市是不会软下来的？对，它不会，我觉得不会。而且其实对于一个政府部门来说，我已经在这个我觉得他会日后用各种的方式来去弥补这样一个说法，但是他绝对不会说我这个说错了，我这个话要收回，这个不行。因为这个其实对于高市的威望来讲，如果他一旦做这件事情，他首相都不用做了。这个我觉得这个北京方面给那个高市方面，我觉得那时间的推演下去，双方最后会磨合出一条新的方式，就像当初中国大陆对韩国那样，就是高市自己要面对自己内部的政治压力啊。可是除了政治以外的话，民众给他的经济压力看他能够撑多久哈。因为刚才点到的一个关键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体两面的。现在日本就要想办法的是看观光的这个空洞，如果真的开始了，那有什么可以替补进来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现在恐怕还要面对的更大的问题是内部的债务问题。日本经济真的要崩盘了吗？最近有这样的说法哈，因为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一位经济学者叫史东格，他就直接挑明的说，他说日本已经走到了债务终局。话说的这么大胆，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你摊开数字来看，真的很惊人。日本政府总债务已经冲破了 GDP 的263%，超过美国，成为了全球第一的。那这代表呢，每收进3块钱的税金，就有1块钱要拿去付利息，而且还不含还本金。这个有在还房贷的朋友们就会非常有感哈，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赚进来的3块钱，1块钱要拿去只付利息，还不能还本金，很辛苦啊。好，10年期的这个国债殖利率更是飙到了1.98%，创下40年的新高。所以这个经济学者史东格就直接警告说，只要升到2.5%，光是利息支出就会吃掉日本税收的60%。这个听起来很恐怖啊！更致命的是呢，这个最新一次的日本国债标售非常惨，创下1987年以来的最糟纪录哈。在这个时候呢，高市则是决定他还要继续的借贷，要再借18.3兆日元，哇！
这个已经债台高筑了，还要再举债啊，这会不会压力大到破表啊？好，就是其实过去我看了一本书，叫做《现代货币理论》这个理论讲得很邪门，但是好像有点道理。就是说，为什么世界各国的政府会倾向用发债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其实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要还的钱跟你还房贷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基本上，它只需要发债还利息。那这些本金它会怎么样被摊还？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个会有通膨，通膨最后会打消掉它本金这个部分的价值。所以长期来讲，政府再举债基本上要垮的可能性不太高啦，但是我觉得这个日本的这个数值还是非常惊人。我253是怎么样一个概念 ？GDP， 美国的国债大概占 GDP 大概120%到142之间哦，那台湾只有占26%啊，就是你相比之下，这个日本举债的数值就过分的高，这是的确。那我必须说，这个举债过高可能会造成它的财政不健全，但是中举来讲，我觉得它不太会倒的原因，是因为日本仍然是现在全世界外汇存底第2高的国家，有1.36兆，这个排名世界第一是中国，那台湾排到第5，是大概将6000亿的这个美元，所以一个它是债权的国家，它去发债，其实我觉得本质上并不会拖垮这政府，不过不代表它的经济会复苏，因为它在撒钱的过程里面，看它有没有办法投到这个基础建设，或者是可以一些这个资本财，就是它可以再创造收益，比如说高科技产业的投资，让这些投资以后变成可以赚钱，那它就会慢慢打消它的债。但是如果它只是就是透过政府撒钱的方式去刺激消费这个层面的话，我觉得长期来讲，这个债会变成债留子孙。那马老师，这个因为我们常听到就是高市早苗，其实他是安倍晋三的算是弟子了哈。是这个我们都知道安倍有3支箭嘛，这3支箭呢包括了积极的金融政策，也就是现在我们所提到的大量的宽松货币政策啊，就是 QE。其实这个跟美国之前很像啊，不过美国的 QE 确实也最后造成了一些灾难哈。那第2支箭就是灵活的财政政策，第3支就是呢构造改革的经济政策。所以现在从高市的铺排来看的话，他是不是已经在开始也是参考安倍他师父的路呢？我想这个日本的经济发展它会出现的问题，其实在过去的20年里面没有结构性的改变。比如说他们过去对于这个邮政的改革啊，它就受到很大保守势力的阻碍。所以我觉得从安倍到现在，整个日本的这个产经环境应该没有太大的转变，这是为什么他要继续做的原因。但是问题是以 QE 来讲，它必须要这个货币本身它还有一些价值，比如说它的利率是比较高一点，它才当它往下调的时候，它才会有挹注的效果。可是现在日本就零利率的状态，前几年还是负利率，对，所以其实 QE 在日本来讲，我觉得它能够收到的效果非常有限，因为它货币的价值并没有像其他国家，它还存在着某一种程度的利息的概念。那所以它这样子去下调的时候，它没有办法让银行的资金更多的挹注到市场上，导致它的这个 QE 的效果应该没有办法像其他国家来的这么好。所以我觉得它虽然是信奉这个安倍的经济学，可能更往自由化路线走，可是第一个内部的阻碍没有改变结构，那第2个，它以 QE 的这个货币效果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也非常的有限。对，而且现在当然这个对内来说呢，其实高市要处理的就是日本国内的经济问题啊，因为最终日本的民调还是要看这个经济做得好不好。好，但是孝伟兄又怎么看？因为现在更惊人的一个数字哈，就除了债务问题啊，还有就是我们知道长期以来，日本是面临到人口持续的萎缩，劳动力不足，然后呢物价又上涨，使得民众呢倍感压力。这个最新的核心 CPI 已经连续50个月呈现负增长，那么实质薪资啊连续10个月负成长，日元对美元大幅跳水到157的低点哈。但在这个时候呢，你说雪上加霜，因为呢跟中国大陆的关系，最近又因为高市早苗的这番言论呢，现在还没解决啊。所以有几个数据，包括中国大陆的旅客订房量暴跌57%。那如果这个观光抵制的措施继续延长呢，一般现在预料损失恐怕会达到1.2兆日元。现在中国大陆是日本第2大的出口市场，也贡献了日本 GDP 至少5%。所以如果这场持久战继续打下去的话，对日本是有利还是很不利呢？还有市场现在更预期的是，中国大陆可能会做空日元
哇，你光听这几点就知道日本现在面临非常大的压力。但我要问孝伟兄，您怎么看？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一件事情，高市早苗到底会不会软下来？看得出来他现在有在缓和了。可是最近我也跟一些朋友聊天啊，他说不行，这个千万不能软哈。一再软的话，高市恐怕就得提早下台都有可能。怎么看？哦，的确啊，就是说，因为其实。说起来很微妙，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些观光客以及他们那些观光收入，的确对日本的市场帮助很大。但是其实大陆的观光客，大家也知道，在世界各地并不是全然都很受到欢迎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有钱，然后他们也很有购买力，但是因为他们本身出来的这个人口的这个，就是他们的人的这个素质会让被观光的地方，其实对他们不见得就是说真的很喜欢，让他们觉得说让大陆的观光客来觉得是件好事。也就是说，如果说今天因为这个没钱跟穷，以及给我一个干净清净的生活，其实可能很多被观光的地方反而是选择后者，这也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过你可以看到其他几项对于日本方面的确是非常的这个可以算是这个打在7寸上。那特别是包含就是说今天美国那个北京决定要做空日元的话，那对于日元来说进一步这个大幅贬值是指日可待。虽然说对其他人来说可能会觉得很开心，毕竟你到日本的这个购买力要更强，但日本本地的人却铁定会受不了。是，但是你看高市早苗就是因为他这一番对北京的这样一个强硬的这样一个表态，让他在民调冲到非常的高，这也是事实哎。就是说，今天其实也就是高市这么做，日本人大家愿意挺那个勒着裤带，然后这个过比较苦的生活，然后来挺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今天你高市就因此然后说对那个北京方面，然后开始用这个有点像是这个寻求这个和解，或是甚至于这个拉下脸来道歉的话，我个人认为高市也做不下去。而且对于一个国家的首相来讲，我之前在国会里面所做的这样一个答询，其实某种程度来说，代表他本身这个政权本身的一个 credit 一个信用，也就是说，我不能今天说 A， 我明天说 B 啊，我完全同意一件事情，就是高市他那一次在这个内阁就是在那个国会中答询的这样的方式，的确不是很这个很老练的方式，毕竟他也是个政治新手嘛。当然，但是在国际这个政治上，你不会有什么新手老手，不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蜜月期跟磨合空间的。他既然已经说了，所以我觉得他未来能够做的就是如何能够在其他的方向向北京方面释出更大的善意，以求得北京的谅解。但是他对于已经说出的话，他绝对不会妥协跟让步。但是他可能你看他后面就包含就是说那个依照这个旧金山合约日本对台湾的领土已经没有任何智慧的这个余地了等等，这其实都是对北京方面的一系列的这个让步。那我个人认为他未来还会继续朝着如何能够找出跟让北京方面接受的方式，继续能够和缓北京方面情绪，但是他绝对不会说出他已经说出的话。高市本人你可以看到他最近都不是他本人，但是都是他旁边的不管是怎么样想办法搬一个台阶，让他想办法下来。但是呢，中国大陆就是不买账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就是在敷衍。你要么就是本人亲自对于你所提出的那番言论，你必须表态才行。可是高市到目前为止，本人是没有任何表态。所以我先问一下 Ross，你觉得？因为刚刚志伟也对不起，孝伟也觉得说高市不会软的，你觉得呢？我觉得已经开始一点软了。那最后，尤其是跟川普通电话之后，他说法有稍微改变了。虽然11月7号国会的说法不能直接完全收回，这个也是不可能，会太丢脸。但中方的态度就是告诉你说，你的态度就是敷衍啊。当然，中国在第一时间不会说好，你说你尊重1972的联合声明，那我们就 OK 没事，这个也是不可能。所以中国的动作会维持一阵子，但是高市早苗会不会维持就是国内这个 popularity， 就是声望会不会继续上升？我也是觉得很难。因为你觉得很难，真的很难。好，顺着你这个话因为你刚刚讲的声望，就是他现在当然会看他的国内民调那现在民调都是超过70%，最新的民调都是超过70%。不过呢，大家也常常拿高市早苗跟之前的这个民调最高的，史上有史以来就是最高的民调，就是小泉纯一郎，就是现在小泉进次郎的父亲。小泉纯一郎是比高市还要高之前是80几%最高到87%，但是他的支持率不到1年就从87.1%掉到了4%，就是49%。好，那现在川普呢？当然，我最近看的民调是大概40%左右大概在上下。自己川普也是为了这个物价啦、关税这个支持度一直狂掉
美国的经济一旦出事的话，当然就直接反映在选民的支持度上。所以我要问的是，现在看高市，当然超过70%的民调，可是民意如流水，它是随时会变的。你觉得那个关键，他要怎么样 hold 住这样的一个高民调？当然最关键是国内经济，是经济，对，就是最大的考量，而且要面对的问题不是国家安全，其实首先要面对经济方面的问题。但是另外也要看中国的做法。我刚说中国一些动作，不管是附近的军事演习，或者抵制中国日本的货品，或鼓励中国人不要赴日本玩、旅游等等，这个都会继续做一阵子。但是中国会不会，比如说发言人或在网络官方会不会一直用这个 personal 的是针对个人的批评？如果继续有的话，这个会对高市早苗的声望会有帮助了。但是如果中国的做法是好，我们继续抵制日本产品。呼吁大家不要去日本玩，但是没有包含直接弄那种很直接的方式来批评高市早苗，那很有可能高市早苗这个声望会开始下滑了，因为经济真的是会出现。而且国内经济其实它联动的是跟海外的，它是。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只要中国是特别针对个人做这个批评，那日本人这是可以理解，他们会团结。都会支持他们的，会团结，但是你刚才提到了嘛，会一阵子嘛，所以我觉得关键点会不会是在那个时间，到底能够撑多久，它的蜜月期？所以我说这个要看中国的做法。如果中国继续针对个人批评，那还是会对不管经济怎么样，还是对高市早苗会有帮助。但是如果中国没有继续用这种 personal 针对个人的方式来批评他，但是经济问题还存在，那他的声望会开始下滑了。对，所以现在关键点就在于说，因为刚才孝瑋特别提到说，这个观光，我在想的就是观光对中国大陆的民众不去日本了，那这个观光的缺口谁来补？如果没人补，没有国家的观光客能够来补，就算有台湾政治人物不是会说台湾人都会帮忙吗？那是笑话了哈。是笑话。我误会了。这个是一大批台湾人都会去那边玩。这个是量补不了，量的问题，那是量的问题。补不上。你要有诚意，但是你也要量才行哈。所以我最后想问的是说，那你觉得这件事情要怎么收尾？最后，应该是没有一个方法，我们可以说只要你做这个，只要你说那个，就会收尾。这是不可能，这个是一个 time 时间的问题，可能会。慢慢缓和了，但是会持续一阵，的确会持续一阵子。这个中日之间，因为高市早苗的一番言论现在这个余波荡漾，关系非常的紧绷。但确实在最近这一段时间，尤其在这个礼拜看到日方有些许希望把这个局势缓和下来的迹象。特别针对香港最近发生的不幸大火这一场灾难这个宏福院的恶火造成了严重的死伤。高市早苗在第一时间也发文哀悼。那本来呢想透过这样的方式来缓和一下气氛但显然这样的关怀跟慰问并没有发挥什么实质效果。因为呢，在中日关系以为可以降温的时候呢，包括大陆的民间跟官方都有同步加码的动作，像是官方呢就劝阻民众尽量到日本去旅游。另外，中国大陆飞东京的航线减班了1到2成，明年3月以前呢会全面削减班次。还有就是牛肉水产出口的磋商停摆，高盛也警告会拖累日本经济增长，损失90亿美元的观光财。还有野村综合研究院也预测，日本的 GDP 将会因此下降0.29%。而且日本的经济内伤确实最近真的很不乐观。消费者物价指数呢 CPI 已经连续50个月上涨使得他们的民众生活压力爆表。那中国方呢也选在这个时候。我们想说是一个 perfect timing 吗？是一个最佳的时机吗？因为最近也看到在汇率方面，人民币是升值，而且是创下历年算是一个高点。日元呢，则是大幅的贬值那中国反制日本从民生各个层面来出招，现在所引发的这个言论风暴那所以大家想问的是说。2点，第一个，中方还有哪些经济牌？刚才已经讲了这么多的工具但是中方说工具箱里面还有很多，那日方撑得住吗？马老师，好，我觉得
这个应该这么讲，就是说日本现在的经济确实不好哦，因为 IMF 预估它明年的经济成长率大概1%左右，但是问题是它通膨是3%，换句话说，你扣掉通膨，它的经济成长率实际上是负成长，也就是说它的经济状态确实不好。那能不能承受得住中方的这个施压，我觉得是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它的 GDP 的这个总规模大概是5兆美元，然后这一次中方铺天盖地的这所有的制裁，包含观光客或竞买这个水产品，或者是在贸易上面的这个很多的制裁，好加起来大概会影响他们的这个 GDP 的成长到0.3%嘛，那这个当然是会痛，但是它本质上我认为就是如果就是双方就决定硬干上了，那其实坦白说，日本也就忍一忍，还是会过去。主要的原因在于高市在这一波的这个冲突之后，他的民调高达72%，这是读卖新闻做出来的吼。那之前这个京都这边的媒体也做出了一个民调，是在这件事件之后，高市的这个支持率增加5.5%。那也就是说，你从民调上看起来，高市现在这个强硬态度，并没有受到日本民众大多数的唾弃。老师，我想问哈。民调高，这民调我们都知道，其实民意如流水嘛，就是现在很高，但是呢，可能到时候下来了怎么办？现在的高民调算可以说是高市早苗的底气吗？我觉得其实不能算他底气，因为他在自民党其实本来就是不是多数的状态下，高市上来执政。那对高市来讲，他才上任不到1个月，最重要的事情是把自己的这个声望或支持度拉起来，所以他最在乎应该是内政啊。那所以这一次的这个中日之间的冲突，无意间让他发现他的内政是往上走。所以我觉得他要妥协的可能性暂时不是这么高，因为他看起来就是需要这个民意的支持，然后加上整个日本社会，因为日本在战后已经做一个不正常国家做了80年，就他背一个原罪，对日本的民众来讲，一个世代过去，他觉得我们还要背多久？他们难道自己的自卫权都不能自己使用吗？我觉得那是一种往右派的心情，所以整个日本的社会的确是在往右走的，这个现象看得到，然后刚好搭上这一次高市的这个谈话，所以我觉得它某种程度反映出，不见得是完全是抗中，可是它可能反映出日本人民想要成为正常国家的一种愿望。但现在中方牌还没出完，他还没有出到黑桃 A 我说他的牌还有很多，你觉得他还有哪些经济牌可以打？其实因为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市场依赖非常的高，它的这个出口20%是销往中国大陆，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假设用关税或者是非关税障碍，让你这20%往下掉，你的 GDP 增长会非常痛，会比它现在这些手段都还来得大。那再来就是大家有讨论到稀土啊，稀土等于是所有高科技需要的原料。那我觉得这个因为中国大陆是最大的生产者，其实它有权把这个东西 close 掉。那我觉得这个也会对日本经济造成很大的负担。那我觉得这2张恐怕是未来中国大陆不排除会使用的牌。对，因为中国大陆其实不只是最大的工厂，也是最大的市场之一哈。所以我们接下来就从市场面来看啊，分析人士就指出呢，像日本的汽车啦、家电、体育用品啊这些产业都高度的依赖中国大陆的市场。像一个品牌，这个也是台湾民众熟悉的，叫无印良品，就是 MUJI 哈。它的母公司良品计划，今年到8月为止啊，在中国大陆的营收就高达了1398亿日元，比前年还要成长大约2成，占东亚事业的6成以上啊，也是公司整体营收的2成左右。那当然我们知道日本品牌过去是靠形象吃饭，就是大家会觉得 Made in Japan 嘛，就是日本制造的哈，所以就是靠品牌。可是现在很多都是 Made in China 了哈，那所以呢，现在反而形象就是你是日系品牌呢，你反而变成了负资产。还有一点呢更可怕，就是呢中国大陆的本土也有跟无印良品类似的品牌，还有自创品牌，叫做什么呢？叫做名创优品。所以呢，万一现在是在假设，万一中国大陆的消费者开始抵制。我不买日本的 MUJI， 我买中国大陆的名创优品哈，这会让日系品牌在中国大陆的市场大大受到生存危机的威胁。所以何老师，现在你看到一方面这个日系品牌也感觉到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感啊，当然这个企业当然想影响政府不一定那么容易，怎么办？当然，日本的这个企业哈，在中国大陆的布局非常的深了哈。这个也没有这个，就是因为就是说中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科技战，然后就让这个中国跟日本的经济关系脱钩。事实上，在过去这个从川普第1任期经历拜登到现在。
日本现在留在中国大陆的这些商社为什么不走啊？就是他们是照顾到这个中国大陆内需的。换句话说，就是说他们这些商社基本上是不能离开他的消费者。那中国它现在就是说，它没有像上一次那个钓鱼台国有化哈，钓鱼台国有化的时候，他们有弄那个反日的这个风潮，对不对？在街上看到那个本田汽车，看到丰田汽车，他会打砸，对不对？对啊，然后有那个这个日本料理店啊，就关门不敢做生意。他们当然现在中国大陆这或许他们对于所谓的这种民族主义，他们的一种使用会比较小心哈，因为这个是一刀两刃，就有时候这个你弄得不好的话，因为现在大陆这个他年轻人的就业状况事实上也不是很好，他们很怕这万一这个东西操作过头哈，这有时候会造成这个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内部的一个不稳。但是中国大陆事实上他这是这蛮聪明的哈，这第一个就是他这个把观光客这个停掉，但他不可能全停啊。我们如果说上一次的一个数字的话，就是钓鱼台国有化哈，大概受影响25%了。但这个25%也会产生像刚刚这个马老师他所讲的那样，大概差不多0.3%。这野村证券这个他几次所公布的 GDP 的影响的数字，那有观众讲说这0.3%那很小嘛，对不对？不要赚那个钱就好啦，对不对？那个现在日本观光过剩。看人家这个挑水哈都不会累啊，就是说日本基本上它的一个经济成长是微成长，它通常就是说1%点几的这样的一种成长，那你再扣掉0.3%，它所占的那个 share 是很大的一块哈。就像刚刚讲说 GDP 马上变负。对啊，那所以就是说这个当然会对这个日本的内需造成一个冲击。那日本的经济，事实上日本的经济跟我们台湾不一样，我们台湾是靠外贸，那日本基本上推升经济成长是靠内需，它内需大概占它整个经济大概60%哈，所以内需这一块，当然中国大陆哈，它用这样的一个策略是有效。那另外就是说，像这次像 Uniqlo 说或者是无印良品哈，他担心的倒也不是说中国大陆观光客不到日本去，他不会去无印良品的这个他新宿旗舰店去买哈。当然那个有影响，你看那个他股票市场哈，就是说那个比方讲像3月对不对？还有这个像这些都有影响，这些这个做这种观光客生意的这些股票都下跌了哈。但是事实上日本在中国也有很多的，我们去上海也有 Uniqlo 啊，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说日本他很怕，就是说中国会不会这个发起一个不买运动，就是说这个挂着日本品牌的这些东西我就不买。而且重点是刚刚是有替代性的商品啊，对啊，替代品牌啊，对啊，然后这个或许是日商他们感觉到这忧虑的哈，所以就是说他们希望这样的一个这种就是说中日因为台湾有事的这个发言哈，然后能够赶快降温，而且我们刚刚讲的高民调哈。那个高市早苗事实上一上来民调就会拉到70%啊，他这个月只是讲说他保温了，他没有像岸田文雄哈这么不堪一击哈。岸田文雄的话是每个月降哈，那最后就下台哈。但是就是说，你看哦，之前的这个很多的首相上台都70%，但是不见得做得很久。我要举的就是菅义伟。菅义伟首相上台的时候几乎跟高市早苗一样的，但是他只有做1年，而且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持续的靠这样的一种哈，就是说台湾有事这样的一个名气可用去撑住你的高，做不到，因为这件事情事实上慢慢的会淡下来，新闻会淡下来，还有日本老百姓最在意的还是经济跟社会福利，那这个才是决定高市可以走。但是从经济数据来看的话，确实不容高市的这种那么乐观，他那么乐观，因为现在的日本经济真的很困难。所以我们可以说，高市早苗现在还在他上任之后的蜜月期哈，所以这个民调很高，名气可用。可是 Russ。专家也分析啊，中国大陆现在对外已经进入到了精准经济制裁的这种格局跟成熟的模式啊，不再是说全面封锁，而是精准打击对方的关键弱点，就像是美中在互相竞争，这个互相精准掐住对方什么大豆啦、稀土啦啊，所以呢，美国呢被掐住，那使得川普呢也不得不考虑让步啊。那现在呢，在日本这边呢，执政联盟内部也传出内讧的这个消息，说维新会要扬言出走。那高市的政治地位正在受到挑战，而且在这个时候呢，看到了前首相石破茂他说，日本经济高度依赖中国大陆的食品、稀土还有医药品
他也抨击这个高市处理外交问题啊，不能够只是过一时的嘴瘾。白话文就是说，不能只打嘴炮了啊！这个你解决不了问题啊，那接下来还是必须回到问题去现实的解决。所以我要问的是说，所以日本也知道，也许大豆、也许稀土不是他们的软肋，可是它的软肋，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民生消费用品、电子用品，还有什么呢？各式各样的日本产品都依赖中国大陆市场，不管是在日本制造，出口到中国，或者在中国大陆经营工厂，或像无印良品在中国大陆经营连锁店的，不管是哪一个行业啊，那这个经济来往是非常密切，所以高市早表7月7号在国会发表言论的时候。但我们早知道，企业大佬会非常非常不满意，因为他们知道后果是什么。因为刚刚柯老师有提到，就是那次钓鱼台国有化的后果，对，所以企业界都是非常非常怕，不管是观光业或其他的业者都是非常怕同样的事件会再次发生。而且我刚才想到一个流行文化。当然，而且这几天已经有很多例子，就是艺人的在大陆的活动，日本艺人的活动被取消，甚至好像有一个还在演讲的时候，对，突然被中断了，对，就是还没被就是说还没结束的时候，先表态了，对，突然被中断了，所以当然日本业者是非常担心会有经济的后果，所以那个时候一大堆人在网络说，我们不需要中国市场啊，我们可以欢迎台湾人取代啊，都是废话，大家都知道了。不光是那个量体，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冲击有多大。所以最后简单请教一下何老师，你觉得高市会因为这样的庞大的压力，在最后，因为现在看起来有点缓下来了啊，他是要用这种 soft landing。对，软着陆来处理后续的争议嘛？事实上，这高市在这个他的我刚刚讲的那个党首会谈之后哈，就野田佳彦真的很照顾这个小学妹哈，他就讲说哈，他虽然没有撤回哈，可是他刚刚这样讲哈，实质上已经撤回了。他希望用这样子，就是说给北京抛讯哈，这毕竟立宪民主党跟北京的关系还是比高市早苗要好很多哈。那但是就是说，现在这高市事实上，我觉得就是说，它短时间哈，如果它的经济数据哈这个不回正的话，事实上就是说它的这种今年第3季日本的经济数字还是往下走的哈，但这个可以，那压力就来了。这个账当然算在石破茂，就很像这美国的这个川普怪拜登，这个他们还可以怪前任，对不对？就是说那个前面的Sleepy Joe这造成的嘛。可是如果是第4季到明年第1季还是继续往下的话，你还可以怪石破吗？对不对？这个就是你自己造成的。还有现在日本的这种就业也恶化了，就是说他们刚刚才公布的10月已经是高市早苗，它已经上来了，对不对？他的这个就是说求人倍率就是说一个日本人要找工作有几个工作在等哈，他这求人倍率这个也变成负的了，所以这表示就是说整个日本的一个这个内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市场已经在出现了这种水温的这种变化。